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造成者杀青痛哭，导演肩膀成避风港，剧组宠她如家人。赵丽颖杀青时感动落泪，与导演温馨相拥，造成者剧组氛围超有爱。她全身心投入角色李秋萍，演技获赞演啥像啥，网友直呼期待这部充满年代感的精品剧。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最近电视剧造成者杀青的事儿你们听说了不？娱乐圈里电视剧杀青的事儿不少见，可赵丽颖这次杀青的场面，那叫一个感人。我看了现场的照片和视频，心里直痒痒，必须得跟大家好好唠唠。赵丽颖杀青那天居然靠在导演肩膀上掩面哭了，这背后到底有啥故事？剧组为啥这么宠她？今天咱就一起来扒一吧。电视剧造成者终于杀青啦，赵丽颖也圆满完成了她在剧中李秋萍这个角色的所有拍摄工作。咱都知道，赵丽颖那可是演技派，每次都能塑造出经典角色，这次的李秋萍肯定也不例外。杀青那天，赵丽颖开心的直接靠在了导演的肩膀上，剧组还贴心的给她准备了一个大蛋糕。你说这能不让人激动吗？赵丽颖当时一感动，直接掩面哭了出来。就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，造成者剧组那氛围是真的好，特别有爱，感觉这部剧说不定真有成为剧王的潜质呢。一头清爽短发的赵丽颖，手捧着一大束鲜艳的鲜花，那画面可太美了。这一天对她来说意义非凡，是她的杀青日，也是她和李秋萍这个角色告别的日子。从相遇的那一刻起，赵丽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，把李秋萍和那片滩涂的故事一点点呈现在观众面前。那段时间，她仿佛真的变成了李秋萍，感受着角色的喜怒哀乐，这种对表演的敬业精神，真的太让人佩服了。杀青这一天，赵丽颖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后，剧组工作人员精心为她准备了杀青仪式。当看到这一幕时，赵丽颖感动的眼里泛起了闪闪的泪光。她将脸轻轻埋在板子后面，用手小心翼翼地擦去眼角激动的泪水。短发的她显得格外漂亮，脸上还带着像孩子一样开心的笑容，那笑容真的太治愈了。赵丽颖和导演孙浩在杀青时那激动的拥抱，真的太有爱了。赵丽颖的演技那是没得说，她塑造的李秋萍简直太完美了，完全给导演交上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。导演也因为赵丽颖的优秀，对她特别喜欢，直接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赵丽颖将头轻轻靠在导演肩膀处，这一幕真的太温馨了。两个人在工作中互相成就，这样的友谊真的太美好了，真希望娱乐圈里能多一些这样的合作关系。杀青时，赵丽颖站在中间，其他演员举着标牌围着她，那场面可热闹了。赵丽颖塑造的李秋萍真的太成功了，大家的标牌上写着再见，优秀的李秋萍同志再见，我最好的李正常再见，美丽的李正常，这些标语表面上是在夸赞李秋萍这个角色，其实也是在表扬赵丽颖的演技呢。而且从这也能看出来，赵丽颖在剧组里就是大家的团宠，谁能不喜欢这么优秀又可爱的丽颖呢？就有网友说，赵丽颖演啥像啥，李秋萍肯定又会成为一个经典角色，好期待。双引号。赵丽颖的杀青蛋糕也能看出剧组的用心，上面画的是粤海的地图，还写着粤海因你而闪耀。这句话可真是一语双关啊！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让那片滩涂从荒芜变得繁华，而造成者这部电视剧也因为赵丽颖的精彩演绎变得更加精彩。赵丽颖真的值得这样的表扬，她的努力和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有网友感叹，就凭这个蛋糕上的用心，就能看出剧组对赵丽颖的重视，也能预想到这部剧的质量肯定差不了。双引号。赵丽颖杀青的这天，黄晓明也特意赶来祝贺，他站在赵丽颖的身边，画面还挺和谐的。之前黄晓明杀青的时候，剧组工作人员同样给他安排了温馨的杀青仪式，
当时他手拿粤海第一帅的标语牌，那模样可自信了。而且他这次演的角色确实挺帅气的，很多网友看了照片都纷纷点赞，说黄晓明在剧中的造型很有魅力。电视剧《造成者》的演员阵容那叫一个强大，陈明昊、耿乐、于矮磊、秦俊杰、朱媛媛等都在剧中有精彩的表演。朱媛媛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，简直美翻了。而陈明昊的帅气甚至让不少网友觉得比黄晓明还更有魅力呢。大家各有各的风采，真让人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。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杀青仪式，这个剧组真的就像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一样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共同创作了这样一部精品电视剧。这种团结友爱的氛围，在现在的娱乐圈里真的很难得，也让大家对这部剧的质量更加有信心了。电视剧《造成者》还发布了赵丽颖的单人海报，她身穿绿色条绒衬衣，短发造型利落又漂亮，那气质简直绝了。她演的镇长形象特别有说服力，让人一看就觉得这个角色非她莫属。不少网友看到海报后都纷纷表示，赵丽颖的这个造型太有范儿了，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戏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追剧了。双引号，从杀青预告里能看到，赵丽颖和黄晓明、秦俊杰等演员都有特别精彩的对手戏。这部剧是为了献给所有可爱的造成者们创作的，那个拼搏奋斗的年代，充满了美好与希望。通过预告里的画面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。电视剧《造成者》的镜头语言很有年代感，导演把故事拍得特别有烟火气，从服装到置景美术，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出剧组的用心。赵丽颖的眼光真的很独到，能选到这么好的一个剧本。我相信有这么优秀的演员阵容，有这么用心的制作团队，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，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上的盛宴。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对《造成者》这部剧充满了期待呢？你最期待剧中的哪个角色，或者哪一段情节呢？快来评论哦，和我一起讨论吧，说不定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哦。让我们一起坐等这部剧的播出，见证它的精彩。造成者杀青的那天，赵丽颖靠在导演肩头，痛哭的一幕迅速刷屏社交平台。镜头中，她卸下所有情绪防线，泪如雨下，导演则轻轻扶住她的肩，像长辈一样安慰着这个为角色拼尽全力的演员。这一幕不是戏剧，却比戏剧更动人。有人说，那一刻的赵丽颖不再是光环万丈的明星，而是一个在角色与现实交错中真切投入、全情燃烧的人。拍摄《造成者》的这段旅程，对赵丽颖而言，是一次彻底的身心挑战，也是一次表演生涯的再度跃迁。作为一部聚焦城市建设者群像的现实主义题材剧集，造成《长空之王》票房破30亿。王一博凭什么撑起这部航空大片？《长空之王》以30亿票房刷新纪录，首次聚焦空军试飞员群体。一还原歼20战机，38个特技飞行场景打造，无虽点视觉盛宴。王一博演技获赞超出预期，打破主旋律刻板印象，成为航空题材新标杆。当一部电影冲破30亿票房大关，它注定会成为影史的经典。长空之王做到了，而主演王一博更是凭借这部影片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从市场表现来看，长空之王自4月28日上映以来，便一路高歌猛进，连续3日蝉联5一档单日票房冠军，首日预售就突破7000万，创下同类型影片预售纪录。这一连串的数据，无疑彰显了它在市场上的强大号召力。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是极高，猫眼平台年度购票评分最高，双平台开分均超9分，超70%观众给出5星好评。如此高的评价，源于影片精彩的内容。它首次聚焦我国空军试飞员群体，以雷宇、王一博士等飞行员的成长为主线，展现了新型战机研发背后的极限试飞历程。导演刘晓世采用实拍加特效的制作模式，一还原歼20等尖端装备，
127分钟的片长包含38个特技飞行场景，堪称全程无衰点的空中视觉盛宴。演员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。胡军饰演的飞行队长张挺贡献了多个高光时刻，其牺牲场景成为全片最大泪点。而王一博的表演更是获得专业影评人超出预期的评价，与无名中的表现相比，眼神戏与动作戏完成度显著提升。影片在多的路演时，上座率均突破92%，这也印证了演员阵容的强大市场号召力。不仅如此，《长空之王》还具有重要的行业价值。它作为首部获得军方深度支持的航空题材电影，成功打破主旋律等于说胶片的刻板印象。影片中呈现的50余项航空科技细节经专业审核，试飞员工作场景还原度达91%。这种专业性与娱乐性的平衡，让它在 B 站等年轻用户平台获得超100万条二创内容。如今，《长空之王》票房突破30亿，举办庆功宴也是实至名归。它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，更是中国航空题材电影的新标杆。相信在未来，会有更多像《长空之王》这样优秀的作品出现，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。2023年上映的《长空之王》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，军事题材、航空技术，没有惯性爆款的剧本结构，再加上主演王一博初次挑战主旋律空军题材影片，许多观众和业内人士都将它视作风险系数极高的项目。然而，事实却给予了最有力的回应。该片不仅实现票房突破30亿大关，还在口碑、影响力、行业评价等多方面赢得了罕见的一致好评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部影片，也重新认识了主演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与演员含金量。很多人问，《长空之王》到底做对了什么？又或者说，王一博到底有什么样的能量，可以撑起这样一部极具专业深度、技术门槛与精神浓度的影片？答案从来都不在话术里，而在王一博的行动与态度中。《长空之王》的特殊性在于，它不仅是一部商业电影，更是一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献礼片。影片聚焦于中国空军试飞员这一高度专业化、极具风险却鲜为人知的群体。要诠释这样的角色，靠的不只是演技，更是对军人精神的理解与尊重，以及对真实环境的极致还原。王一博接下这个角色时，舆论并不看好，人们对他的固有印象还停留在偶像、流量、综艺咖，甚至在电影官宣初期，不少声音质疑他能撑得起一个军人角色吗？双引号。面对质疑，王一博没有辩解，他选择的是沉默，但更坚定的回应方式，用行动说话。为了演好试飞员，他提前数月进驻部队，与真正的飞行员一同训练，接受严苛的军事管理和飞行理论课程。他不是走流程，也不是摆拍，而是真正进入状态，体验生活。他了解飞行员的情绪起伏、心理负荷、身体承受极限，也观察他们日常中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坚守。这些沉淀最终转化成了银幕上那个沉默寡言却内心炽热、外冷内燃的角色形象雷雨。雷雨的复杂性在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，他有犹豫，有伤痛，有年轻人的张扬与倔强，也有经历洗礼后成长的成熟与担当。王一博并没有选择去塑造一个完美军人，而是通过细腻的眼神、肢体控制与情绪递进，把一个真实、鲜活，甚至会犯错但始终追求极致的试飞员展现在观众面前。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拉近了角色与观众之间的距离，也赋予了人物更强的信服力与情感厚度。票房的成功绝非偶然，《长空之王》的30亿不是被炒作出来的热度，而是真正由口碑带动、由内容支撑、由情绪连结激发的市场回响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王一博的表演、态度与影响力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他不再只是那个跳舞跳得好、骑车骑得帅的青年艺人，而是真正站在荧幕中央，
用自己去诠释中国青年形象的演员。他之所以能撑起这部航空大片，是因为他对表演的敬畏，对角色的负责，对观众的真诚，从未缺席。他不是用人设在维系观众，而是用真实在打动人心。在如今这个信息极度爆炸的娱乐时代，观众早已厌倦表面热闹，他们需要的是有厚度的作品，有力量的角色，有血有肉的演员。长空之王的成功，其实也标志着一种观影趋势的转变，观众愿意为内容付费，更愿意为真诚买单。王一博恰恰做到了这一点，他不抢话语权，不刻意煽情，也不依靠流量去绑架市场，他靠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把偶像这层标签慢慢剥离，露出一个演员该有的样子。此外，长空之王的票房突破不仅是对影片本身的肯定，更是对国产主旋律商业电影探索的一次重要鼓舞。这部影片在技术特效、飞行实拍、剧情结构上都做出了极高标准的尝试，而王一博作为主演，不仅完成了角色，也成为这次类型突破的重要符号。可以说，他的存在让更多年轻人走进了影院，也让更多年轻观众愿意了解、关注并敬重中国试飞员群体。他用一次成功的荧幕呈现，完成了一场认知逆转。他让军人精神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变得可以触摸。他让主旋律电影不再遥不可及，而是可以动人心弦。也正因如此，在长空之王达到30亿的节点，我们才更能体会到这个数字背后的分量。这不仅是市场对作品的认可，更是公众对一位青年演员成长路径的肯定。对王一博而言，长空之王或许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它代表的不仅是一次类型挑战的成功，更是他作为演员王一博的正式确立。他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在青春偶像剧中刷脸的流量明星，而是一个可以承载主流叙事，可以引发全民共鸣，可以担当起青年表率角色的公众人物。他证明了年轻不等于轻浮，流量不代表浅薄，偶像也可以走得很远，只要愿意踏实前行。写到最后，我们也想对屏幕前的你说几句话。如果你曾因被人质疑而感到沮丧，请看看王一博是如何面对非议却不走捷径。如果你也曾因为不被看好而动摇信心，请记得他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改变别人对自己的认知。如果你正在犹豫梦想是否值得坚持，请相信那句他亲口说过的话，既然选择了，就要做到最好。双引号，长空之王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场关于热血与使命，关于坚持与担当的青春叙事。而王一博正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最合适的答卷人。这份答卷不仅写给自己，也写给千千万万个正在努力中的你我。愿你我也能像他一样，无惧质疑，不负热爱，静静燃烧，坚定前行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